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宣布启动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对话，这是两国自201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的首次战略对话。毫不意外，美方又趁机扯上南海，称要与印尼在所谓捍卫南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布林肯本周还将出席多场与东盟的视频会议。不久前，拜登政府3名高级官员结束了环中国外交，紧接着副总统哈里斯也要访问新加坡和越南。美媒普遍认为，东盟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心。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周二与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苏迪在华盛顿进行了会晤。美国和印尼早在2015年已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布林肯表示，两国的战略对话关系现在才真正开始。雷特诺也表示，美国是东盟落实印太前景的重要伙伴之一。Indonesia is a strong democratic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re working together on so many different fronts. We deeply appreciate the strong voice that Indonesia has within ASEAN,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is. Beyo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 as the largest democratic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ong partnership between Indonesia and the U.S. will be the asset for your increasing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将东盟视为美国对抗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关键，而印尼是东盟10个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印尼作为东盟的老大，或者说这个龙头，事实上对于就是东南亚的各国对外的政策，包括对美和对华政策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而且对于地区的这个稳定也好，或者是地区内部的安全形势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过去经过4年特朗普时期忽视印尼，包括忽视整个东南亚的这么一个外交态势之下，拜登上来以后，这很希望能够迅速的把东南亚能够重新团结在美国的旗帜之下，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与雷特诺会见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再拿南海说事，声明说，双方还表达了对海上安全的共同看法，并承诺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印尼外长的社交媒体，还是印尼外交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对南海只字不提，主要涉及的是疫苗和经济合作。这次美国捐赠800万剂疫苗给印尼。目前东盟部长系列会议正在召开，布林肯会以视频方式出席其中5场会议。美联社指出，布林肯接待到访华盛顿的印尼外长，就是在其中一场美国东盟线上会议之前。路透社称，这是美国努力表明其认真对待与东南亚的合作，将其作为制衡中国的一部分。此前，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也重点强调了所谓的海洋议题，称美国要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海洋自由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但实际上，美国根本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布林肯事实上的话，通过在视频会议之前专门特意要跟这个印尼先进行对话，其实也为了凸显对印尼的重视或者是这种尊重，也希望能够赢得印尼方面了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些呼应。同时呢，在东南亚问题上跟美国保持更多的一致。那么这点，我相信布林肯的相关表态是背后有相当深的这种政策意图在里面的。印尼雅加达邮报周一报道称，近年来美国高层官员并不总是参加东盟会议，有时还派出级别较低的官员参加该地区的峰会。路透社称，拜登政府成立之初被认为很少关注该地区，但最近美国高官对该地区的频繁访问凸显出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常务副国务卿舍曼7月18号到25号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国，之后在行程中加入中国和阿曼2站。防长奥斯汀紧接着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并在其环中国出访中大炒南海议题。随后，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26号至29号访问印度和科威特。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称，稳定的高级别接触将带来回报。路透社周3援引消息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预计将于8月22号访问新加坡，24号访问越南，期间重点关注南海问题和加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并试图扩大同该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路透社称，如若成行，哈里斯将是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搅局或者说是对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步伐，以及对周边外交我们态势的营造，来进行这种破坏或者阻挠，这可以说是一个既定方针。
尤其是对于拜登而言，他是高度重视的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就是合力。但我相信美国其实心知肚明，就是他采取这些措施不会对中国的我们的外交政策，或者说是我们的相关的就地区的安全，我们的政策手段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美国难以拉东盟与中国抗衡，因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是为两国关系划定一个可控的边界，在此框架内与中国博弈，并力图占据上风。可是划定博弈的可控框架这件事，在本质上就意味着承认中国是美国对等的博弈对手，因而对中国有所忌惮。如此，东盟国家就不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与中国对抗，因为既然连美国都对中国有所忌惮，东盟为什么要无端与中国为敌呢？这是美国自己教会了东盟国家不与美国结盟抗中。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中美两国在域内保持可控制的竞争，相互遏制，东盟国家自身的利益就会得到更多保障。对东盟国家来说，南海问题才是核心。只要中国处理好这一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可控的。就在美印尼外长会晤当天，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时表示，中方将继续履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承诺，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磋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不采取激化矛盾、扩大分歧的单方面行动，同时深化海洋领域务实合作。他同时警告，个别国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挑拨离间，派出大量先进舰机四处挑衅，是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搅局者。南海不是也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破坏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王毅表示，中方在南海的主权权益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从未提出新的绳索，但必将坚持迄今一以贯之的立场。但我想，全世界，尤其包括东南亚国家，其实心知肚明，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如果是一意孤行的跟着美国跑来进行搅局的话，那么这些国家首先将深受其害，因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言都是同等重要，而且是利益攸关的。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听懂。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你好。美国和印尼启动两国战略对话，会后美国再拿所谓捍卫南海航行自由说事。那么在您看来，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南海局势出现不稳定因素如何来把控呢？首先呢，美国最近一个时期呢，以印太战略的名义加强了在南海的这个战略投入，或者说加强了对南海相关国家这周边的国家东盟国家的这种外交努力和这个军事联系，这个呢确实是搅动了南海的这个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但是在这个地区，南海地区，所有的相关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的有关临南海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于南海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保持和平稳定，保持繁荣，这样才能搞经济发展。因此呢，就是尽管美国注入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目前南海局势依然可控。印尼的立场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说呢，同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来对冲呢这个潜在的印尼的这个海洋权益同这个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的这种重叠主张。这种微妙的变化本身呢，并不是说印尼已经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实际上呢，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那么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矛盾尖锐的时候呢，印尼这个等于是说，一种对冲这个风险对冲的这种外交手段，就是一方面呢要极力稳定同这个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这个同美国搞这个所谓战略对话呢，也是在平衡同美国的关系。那么从东盟的角度，他是希望这个地方既能够自由通行，但是呢，要按照国际法的国际规则来自由通行。那么这个呢，才是印尼的诉求。这个诉求上呢，那么它同美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美国想打着自由通行的旗号，一方面伤害东盟沿海国家的安全权益，另一方面又想让东盟国家跟着美国一起反华。这个呢，不符合东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呢，美国无论进行怎样的投入，进行怎样的游说，实际上很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